改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，无畏无惧携手闯，飙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至真只换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死也八荒。八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没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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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木头，再这么走下去我就不行了。没事，有我在呢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瞧给你笨的。我说木头啊，你说这片荒漠无边无际的，我们到底走多久才能走出去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什么鬼地方，什么都长得一样。不过你放心吧，如果出了什么事啊，我就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。我就算不相信你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这里面除了你，也没有别人了。木头啊，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可以操控时空、时光能量的傀儡吗？你快把它拿出来，说不定它可以帮我们指条方向呢。哎，对啊，小九莲你还挺聪明的啊！哎呀，快点！他去帮我们找到时光能量。你看那儿，快，我们过去。走，小快步往前走。那飞那儿去了，快点！那边，小心啊！
这傀儡怎么不动了？据傀儡探测分析，这里就是能量汇集之处。哦，不过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我去，我的傀儡，赶紧跑啊！快，走走！走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，你好厉害！你终于回来了，不然那个傻木头……你们可是前来寻找神秘之物的修道者。敢问前辈是？我是巫山仙府的仙灵，负责看守这神秘之物的。啊，仙灵前辈，我们乃是黑白学宫的弟子，为了抵抗神王，安插在学宫的内间，迫切需要神物来提升修为，还望前辈成全。小姑娘还算有礼貌，明事理。不过这神秘之物可并非轻易就能得到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仙灵前辈，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就是不拿到宝物呢，绝对不回去。那个，还请您告诉我们那个，神秘之物在何处？既然你们如此执着，我便告诉你们。说来也简单，只要你们回答出我的问题，便可以过了我这一关。这不是小菜一碟吗？没问题。什么？我的话只说了一半，若答不出，你们便得不到法宝，就连你们自己也会化作一捧黄沙。啊！一捧黄沙？这些都是失败者吗？没错。实不相瞒，这里其实是一片草原。你们是否已经决定好了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哦，前辈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定要一试。好，我的规则很简单，你们有几个人我便出几题。每中一题，你们每个人均有一次机会，只要任意一人答不上来，就算你们赢。一捧黄沙，哼，听起来还挺简单的。嗨，不就回答几个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前辈请问。你们说的这么容易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这里会从满地的草原变黄沙啊！我知道啊。前辈，你看我们几位晚辈年纪尚浅，待会儿您的题目能不能简单一点啊？好，那我就出个最简单的题目来考考你们。谢谢前辈。这一题嘛，乃是一首诗，大云雾，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鸟不惊，人来鸟不惊，不就是死鸟吗？什么死鸟啊？人来鸟不惊，乃是治愈系的一种法术，好吗？你们两个答错了。啊？不会吧？这样也算啊？有没有搞错呀？这我们没有说。前辈，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。您讲。第二题乃是一道问答题，而可知三界之中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啊？无界呀。嘘。你刚才不是让你说？不错，正是无界呀！答对了，大师兄！答对了！哎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没有想到这样就赢了，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啊！别急，我真正想问的是，
一个人若从无界崖掉下去的话，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你没机会了，你们想好，不要乱讲。谨慎，掉下来，从那么高掉下来，不就摔死了吗？摔死了，摔死了，差不多，接近了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无界崖是最高处，所以呢，人在还没有摔死之前就已经吓死了。如此胆小的人怎么会赶上无界崖呢？你们回答错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出的什么题呀？仙灵前辈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出一些简单一点的题目吗？就是您那也啊。太难了。好，这最后一道题，我出最简单的。闭上眼睛也能看到的是什么？嘘嘘。闭上眼睛能看到什么？啊，睡觉。闭上眼睛做梦也是能看得到的。做梦，做梦，做梦。对，前辈，我们的答案就是做梦。这道题肯定对。你们答错了，可惜你们3个人就要化为沙石。不过你们不必担心，化为沙石后就可以不生不灭，永远存在于这个时空之中了。大师兄。且慢！刚才说过，有几个人就问几个问题。你是仙灵，又是前辈，规矩不能变吧？怎么？难道你们还有第4个人吗？喏，他应该算一个吧？你有这点子，刚刚怎么不早说啊？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个把我逗笑的。好，我再给你1次机会。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难，你们最好做好准备。小心回答，不然大师兄就被你们害死了。 5月将近6月中，28家人打招呼，项目外出整3年，捎封书信半次湖。这个其中蕴含着4种草药的名称，若能答对，便算你过关。草药，白九莲，草药不是你拿手吗？加油，交给你了。我是一点都不知道。 5月将近6月初，
按照各界域，四季皆转有不同，但是在我们赤明界域，5、6、7、8乃是夏季，再去掉7月、8月，这岂不就是？我知道了，半夏。半夏，第一味草药就是半夏。不错，第一味草药正是半夏。答对了。嘿，好。那第二句“28家人把窗糊”，又是什么？把窗糊？糊窗？糊窗户是要用来做什么？是不是为了防止风吹进来？防风。对了，第二味草药就是防风。防风呢，又称回云回草，它既可以祛湿止痛，又可以祛痛解表。好，不错，第二味草药也答得很精准呐。那相公外出整3年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应该是当归。当归？很好，还剩下最后一种。捎封书信半字无，一封信上没有字，那岂不就是白纸吗？白纸，对，白纸。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便是白纸。好，没错，3个娃娃很机灵，又能同舟共济，实在比无趣的大人强多了。本仙灵就网开一面，让你们3个人度过此关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乌江仙府的神秘之物，便是地阶法宝。大师兄，这就是地阶法宝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真的。给我看看。哎，大师兄，九莲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可不知道，我们差点就变成这里的沙子了。看来你们也顺利通过考验了。大家没事就好。哼哼，你们看，这个是，快看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得到的地阶法宝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炼化它。好。门主，有消息了。快说。听闻北山黑虎最近都在闭关，传闻他是抱着一个女子回来的，此女子神似仙子。北山黑虎？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这玉佩有异动啊，这说明有一股巨大的能量，难道是？宁儿这几个孩子，应该找到了乌江仙府的地界法宝了。嘿，这几个孩子真机灵。这个就是那个宝贝啊？我怎么看着不像啊？是不是师尊们记错了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也许是方才在修炼法宝的时候，产生了能量震动，引起天地之间的异动。咱们赶紧休息吧，休息好了，得尽快把法宝送回雪宫。九莲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雨薇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很担心师尊，不知道他们二位怎么样了。虽然2位师尊被囚禁了，但他们目前一定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等我们回学宫了，我们想办法还他们清白。雨薇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你一定是想问伏羲降魔阵吧？这阵法并不是学宫所教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只是觉得我的体内有某种力量被激发，就很自然地运用了这种功法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体内的混沌之气不稳定吧。那这么说，难道是你体内的混沌之气又加重了？纪宁，我思来想去，有一件事情还是想告诉你。刚才天空异象，并非是能量异动所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到四处隐藏着混沌之气，一定是神王的人在附近暗自发动黑暗秘术，才会产生天象异动。嘘，雨薇，你们果然在怀疑我。雨薇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听得很清楚。季农，我早就知道这一趟我不应该来。季农，神王，又是你！门主，您不要去。如今您已经失去一半修为，再也无法与神王抗衡。难道你一定要为了那个余威拼上自己的性命吗？门主，您为余威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您到底还能不能分清楚南境和余威？
哎，雨薇姐，季宁他们去哪儿了？还有，你怎么没跟着去啊？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？对呀。季农，回去吧。回去？你我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是。雨薇说话可能有点过分，但你放心，我相信你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。你相信我不是神王的人？当然了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什么意思？弟弟，你是天真还是蠢呢？东七被神王赶出了无间门，我想要当无间门的门主，怎么可能不效忠于神王？季农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不要再叫我季农！我问你，我是季氏的人吗？难道你会不知道？是你爹跟季氏的人害死了我的父母跟我的族人。什么？算了，这个仇我已经报了。雪龙山跟季氏相斗，两败俱伤，我父母的仇已经报了。秋叶跟我那未出世的孩子，在天上也能安息了。什么？伤害季氏的人是你？那可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季氏的族人是你亲人，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呢？什么亲人，什么家？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季氏的人都把我当作异类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我就是一个杀人恶魔的后代。季氏的一切全部都是谎言，包括你。所有季氏的人都应该死。你是季氏的人，所以你也该死。拔出你的剑，新仇旧恨，今日一并清算。你是我的兄弟，我不会和你打的。就看在我们曾经是兄弟的份上，我劝你一句：你的天真是你最大的弱点，我才不会像你那么笨。季农，你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不要再叫我季农，不要再叫我季农，我的名字是少岩农，我是少岩氏的少主。
纪宁，先控制住他的混沌之气再说，跟着我的口诀做：天行其道，地生其形，天道无常，地行无定，欲识天地，取心无极，坐忘其心，得悟其意。纪宁，神王刚能控制技能行事，现在还不能完全掌控，所以刚才他不能尽数使出他的功法。此刻杀他，是最好的机会，快动手！若神王死，技能能否活着？技能早已无法摆脱神王，你应该明白。纪宁，现在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，快动手吧！可他毕竟还是技农，他已经不是当初的技农了。你以为他现在被神王所控，他还会和原来一样吗？他的心智不会被神王所影响吗？纪宁，是我纪农，我也不想入邪道。不想入无间门，这一切都是情非得已。我是你从小到大唯一的兄弟，唯一的亲人。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好吗？纪农，纪宁，你清醒一点，别再受他的蛊惑了。纪宁，杀了他！别再听他胡说。纪宁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纪宁哥，其实邵延农，他早就知道了杀父之仇，正是因为这份兄弟之情，他才一直没有伤害你，生生将这份仇恨咽下。如今，他只是受了神王的控制，难道连你也要抛弃他吗？他今天的所作所为，皆是因为神王所控，并非是他所愿。纪宁哥，你现在应该做的不是伤害他，而是应该想办法将神王之力驱逐出去。不可以！纪农哥，纪农哥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动手吧。等等，纪农丹田已废。他不会再作恶了，我会带纪农回虚宫，寻找驱除之法，之后再次把神王的元神封印。东奇，我求求你，给纪农一条生路。好吧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再怎么劝也无济于事。希望你今后不要后悔。谢谢。你们说他是无间门的门主？不对吧？这不是纪农吗？事情确实如此。纪农就是无间门的门主。怎么只有你们俩呀？纪宁、余威呢？纪宁毕竟和他有私交，为了避嫌，
他将此事全权交由我们处理，他去看殿才师尊和五峰师尊了。师尊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神王力量就藏在邵延农体内，所以我们将邵延农带回来了，希望将两者分开，重新封印神王。你是说，神王已经用力量控制了邵延农？是。我们已经将神王的力量暂时压制了。神王的力量，岂是你们轻易可以压制的？因为我们与之对战的时候，东七恰恰也在场，是东七出手相助，帮助纪宁暂时压制了神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你们的意思，先将神王从邵延农的体内驱逐，再将他重新封印吧。师尊，我学宫真的有此法门？哼，那是自然。长青师尊，我想，能不能先把殿才师尊和五峰师尊暂时放出，让他二人协助你完成玻璃之法？幼稚！殿才和五峰两位道人，或许是神王派来的奸细，还不得而知。若将他二人放出，势必会扰乱施法。若是放走了神王，你们谁担待得起呀？本长师这就准备去剥离之法，在此之前，暂时把邵延农囚禁于禁闭室。九莲，木头，你觉不觉得长青师尊有些奇怪？我正要和你说这个事情呢，我也觉得他性情突然大变，甚是奇怪。长青师尊一向铁石心肠，之前只是怀疑殿才师尊和五峰师尊有可能是内奸，便想处之而后快。今日见到神王的躯体，竟然没有动杀意，反而还赞同我们的观点，寻求剥离之法。这前后态度差距悬殊，定有什么蹊跷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在怀疑长青师尊是学宫中的内奸？不错，我的确是有此想法。但是长青师尊掌刑已经很多年，是德高望重的元老，他应该不会是内奸吧？我也只是怀疑，并没有证据。但没有证据，不代表长青师尊就是无辜的。若他真是内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此事不宜张扬，你私下去告诉纪宁他们我们的怀疑。若长青师尊真是内奸，以他的为人，定会给我们安上罪名，按学宫律例处置。到时候我们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怎么找出他的破绽，来救出两位师尊呢？有道理。如今之计，我们应该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有不对的地方，马上通知明霄长公，请他出关。这个我心里有数。
金农哥，九莲，你怎么会来？你居然还来看我！你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，也有我的责任。这个药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，能抑制你的痛苦。这样，师尊他们把神王从你体内驱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金农哥，这是唯一一个你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但是你服下它，将会忘记所有的一切。忘记所有的一切？你……师尊说了，只有你心无挂碍，才不会被神王附体。也就是因为我们，才会变成今天的样子。所以，我要你忘了我们所有人。我不想忘了所有人，我更不想忘了你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，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折磨自己。我不可能吃的。如果你要我忘了你，我宁愿去死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环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